走，走。不再走吗？走什么？没有，我是太走，哎，走，哎，走，对对对，走。这啥呀？哇！哦哦，哇，这个这啥呀？哦哇哇，还是很有心的。应该是有不同锅底的，你们看谁想吃哪个啊？选锅底。对，那个是番茄，这是辣锅，那还有三鲜。我吃辣锅。它有辣锅坏，你要吃辣的还是吃正常的？我吃啥的呀？就是这个清汤的吗就？这个吧。来吧，入座吧，各位。很开心，时间过得很快。是要有这些发言吗？还是不说话直接开始？还一会儿 Q 你的。哦，这样。庆祝开始推理吧第2季顺利收官。哦耶！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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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就边吃边聊吧。好呀，那我们就以茶代酒。有茶吗？问题是？我们啥也没有，抱歉。啊，这里有啤酒，有矿泉水，有小麦饮料是吗？啊？哦，冰的好爽。你喝小麦饮料还是水？我喝水吧。有可乐，有可乐，可乐我可以。可以啊。无糖无糖无糖。那你们有吗？有都有，饮料脚下都有啊，脚下都有啊。来，我们自己先干一个呗。好好，整一口，整一口，整一口。好。哎，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快乐，开心快乐。一群矮人，一群矮人。说完小新快乐，没有人再说别的了。那会有话题的。赶紧开始各自拆东西。一群矮人。也就是我们是从陌生人变成了3个月的交情的朋友了。首先，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时间过我得很快。刚才还在感慨说，怎么就这么快呢？就突然就录完了的那种，就是有不舍的感觉吧。当然当然，就是感觉我们每次在破案的过程忘记时间，包括整个说解谜的过程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动脑糖去讨论的过程也好，就觉得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对，啊，所以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舍，不是感觉应该时间再长一点点，应该再录多一点点时间，而且就跟大家很快就能够玩在一起了，因为以前没有合作过的人确实也会有一些紧张和磨合期，但是我觉得录这个综艺就是完全就没有这个期，就第一天开始就可以放肆的跟各位一起玩一起闹了，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那种凝聚力也好，或者是说是对这个节目的不舍，因为我们大晚上的还会一起唱团歌。是的，我们会听那个歌嘛，很会听神奇。对，多少有一些无语住了。来吧，各位玩家，开始推理吧。解锁层层关卡，用能量写对话。那个什么，分别讲讲什么感受啊？刚刚热巴分享了一下嘛，白宇呢？挺轻松的，就因为第一季的时候，还有别的工作嘛，就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当时在剧组拍戏嘛。对，是有别的工作。然后这次来，我觉得比上期我有点进步啊。比上一季有进步，的确有，的确有，当然有啊。起码比上一季稍微勤快了那么1%。哎，然后呢？柯宇呢？柯宇怎么样？我很开心啊！录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会觉得大家是那种越来越近的时候，尤其是大家私底下一起吃完饭之后，
其实会就录节目的时候会更开心。能感觉到，反正你每天来的时候就感觉就很兴奋。对啊，就感觉你很享受这个过程嘛，在玩的过程当中也是。那你呢？我呀，就是来这个推理这种节目，我会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放松。然后呢，来跟很多好朋友一块玩一个游戏一样，当一个谜题被解开的那个瞬间的那个快乐。比如说今天把那个门堵着，你们出去收钥匙，那种合作那种团魂的东西，我觉得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一开始的时候，节目组给我们的提示是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嘛。对，没想到就是到后来大家会很信任彼此。对，反而我们会更相信每一个人了，是吧，杀手？哎，贺嘉伟啊，对呀，多相信他呀！对呀，现在对嘉伟就是非常的信任。你看今天我都没有怀疑你半点。听说你是之前不咋参加综艺是吧？我很少参加综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长时间的综艺，而且是第一次参加推理性综艺，是吧？让我感受到了这个险恶。你看，我从你身上感受到了险恶呀！我怎么险恶了？你给我们都整无语了，你说呢？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来这个节目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你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小伙特别真诚，我就特别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你把后半句说完了，在后面我觉得咱们是有机会成为狐朋狗友的。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后面变得成长的太快了，变得十分的奸诈啊！我今天都说了那么打脸的一句话，你说我吗？然后我还说你觉得他会杀人吗？我想投他，我突然为什么呀？你看他为什么呀？你还想投他吗？你看这种信任就是在我们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就产生了。你应该跟大家分享，你觉得你录这个节目你开悟的转折点。开悟的转折点其实是被两个女生骗的时候。就黑白天鹅那期，对不对？对，那一期开始我就发现，哎，得这么玩。黑白天鹅呀，各位！哇，啥？你们在干什么？他很聪明，跟着我踩了你，又保你，然后让他深信不疑，你要干你。哇！我觉得那天不仅仅是我的转折点，也是咱白哥的转折点，是不是？白哥滑铁卢的开始。对，滑铁卢的开始。好，白哥前几期都料事如神，基本都是一眼所凶，就是还没开录就知道是谁了那种感觉。就还是网传说有问题。你 X， 我跟你说小 X， 那你也可能是 X 呀。你 X， 你总结，我听你的。后来金靖来了之后，他给他信号给拔了，天线拔了，给天线拔了。今天白羊座遇到对手了，这是。躲什么？难道这是你跟 X 的暗号？更加阴险了，看起来。我觉得只有狼会承认自己是狼。那我就不装了。好浮夸呀！我真的觉得你有点，而且你今天对我都没有敌意了。怎么样啊，白宇哥？最近2期心情怎么样啊？非常好。是不是我来了你会不开心啊？好开心啊！真是克星啊，白宇哥。你们最开始来这个节目之前和到今天的一个感受，是一个很需要、很烧脑，然后肯定不是我能够驾驭的一个游戏。对，来了之后发现你想多了。不是，确实是我来了之后发现，因为我没有玩过这种游戏，就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了解。我去过密室，但也不多，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不太能动脑，就不是不喜欢，是我脑子它根本就不动。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可能会让大家会觉得是个累赘。确实玩这种游戏，万一有个人他一直就是状况外的话，会让人觉得怎么老拖后腿啊那种感觉。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当然啊，没有嫌弃过。没想到来了以后，发现都挺迷糊。我觉得录这个综艺，就第一天开始就可以放肆的跟各位一起玩、一起闹了。光束一夜黑，倒过来念。黑夜一束光。
吓死了！这干啥呀？黑发回灯，黑发回灯，黑发回灯，往花花堆。是属专帅少科榜一科少帅专属。对，所以会觉得特别放松，而且也发现了原来我的脑子是可以动的。对，所以就很开心，发现自己还有这样一项技能。我相信观众能看到，因为你很多的想法，包括我们案情的一些脑洞的东西，都是你开启的。开始有时候你说的很多话，我会觉得哇，会是这样吗？会不会太离谱？结果答案就是没想到就这么离谱，是吗？对，答案就这么离谱。凶手就是鸟人是吗？对啊，他出现在你身后。啊，你觉得我是鸟人呐？是一个很新的脑洞，它其实非常恐怖。对，所以你还是比我们要更思维更跳跃的那个存在。对。林鹤呢？你在开始来这个节目之前和到今天的一个感受？最开始来这个节目，很自信，很自信。我觉得我在破案方面能力很强，但是进来之后发现自己盲目了。盲目了是吧？盲目自信了。就有一些老成员吧，就不按逻辑来出牌，不按常理来出牌，这搞得我心态一次比一次崩了。就是你也不能确认他那个后来的爸妈到底是不是他爸妈。你怎么证明你爸妈是你爸妈？你们怎么对我敌意这么大？啊，这是我的项链。对，变态！你要干嘛？你这个变态！你要干什么？这个变态！果然我一棒子打的是对的。说没错。这不是我的。小杀手，你说，展开说说。现在不是我们一家人，就只有他，你是 X。那后来慢慢大家熟了之后，明白了一些就是套路之后，其实大家会更加注重在过程当中的开心嘛。对。下一季你们等着，看我怎么玩你们。口出什么狂言？你在这儿真的是一个都别跑啊！行，可以的，我们下期等着你反杀我们，好不好？开始的时候确实因为被白宇控制了一下，后来你搬来了一个叫金靖的救兵 ，surprise， 然后给他也控制了一下。他真的是转折啊！你好花心呀，金丝雀。我长得这么漂亮，不花心不是浪费了吗？真是无语。投不了我俩。如果你不是凶手，你投我俩就是在帮凶手玩。但你肯定是凶手，因为4选2。你投不了我们，你怎么都投不了我们。投不了我们。我凭什么投不了你们？我手在我自己手上，我投不了你们，你们在逗我。这有什么好翻的？这有什么好翻的？你说有什么好翻的？你说有什么好翻的？你在哪？你今天很不积极啊！你要我怎么积极？你说。你今天很积极，你今天非常积极啊！我希望你消极一些好吗？有啊。哎，就是无语住了。我们一共四个时期嘛，是吧？对。你有啥喜欢的、深刻的故事？我们录的那个，你肯定喜欢这个，对吧？赛博朋克这个。那还真不是，还真不是，是吧？推正推。哎，对，我就想说那个，重点是咱们2个世界的人都相互认识，他们俩为什么不认识？重点在这儿啊！点亮这个灯和这一系列事件是8年前，那我点这个灯，我可是上周日2月3号呀，7号吧？我们的时间线全错乱了，全错了，所以我们2个时空实际上是重叠了，空间黑洞，那就不止2个世界了，明白吗？现在是变换空间了，咱们可以去仓库。快！成功了！欢迎来到推证。我是录到那期节目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一季是完全跟上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概念不一样的。因为其实8姐中间说过一次预知未来，对她预知未来的可能。我当时说什么？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对，我们就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如果他是在之前写的话，他怎么知道我们下午怎么分组呢？那还是在一个游戏里，对吧？我们已经反复在玩这个游戏了。
而这个鸟人他就创造了这个循环的这个游戏，就是他创造了这个无限流，因为他要在我们所有人都死掉之前拯救我们。但后来结果就是那个人知道了今天将要发生什么嘛，然后他往我身上拍了粉什么之类的那个嘛。那你喜欢的角色呢？柯少帅吧，我就对这个角色印象最深刻，因为是这季接触的第一个角色。大家好，我是少帅101的 VIP 客户，也是推荐品味一流的讲究哥柯少帅。讲究哥柯少帅。他死的时候房门是锁着，那不就是密室杀人吗？新世界的大门在那年被推开。哦，我知道了，推乐门是在1910年开业的，一直连续亏损了12个月，直到1911年的1月份，推乐门就开始盈利，那就是1911年11。哎，对呀，耶！李了。我觉得可能是我喜欢的那个故事，可能就是第一个故事吧。渴望一见心意，穿上让人着迷，你就刚好生活。说有什么事儿到2楼去找他嘛，门锁的。啊，乐爷吗？乐爷的衣服上吊了。和阿丽的剪，我觉得那个包括所有动脑堂那个路线什么也好，包括那个机关呀，包括杀人手法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我擅长且喜欢的类型，就它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进到房间是破门而入的嘛，这个凶手是通过这个密道来到这个房间，然后做了刚才一系列的手法之后，将他杀害了之后，再从密道逃走呢。这是想说没有脚印是吗？凶手杀完人从这儿走。我们要不要上去检查栏杆之类的？你看这顶上有没有刮痕什么？这个是，那也就可能他是利用这个下的楼。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模拟了凶手的行动路线，一定是从这儿出来往回走嘛，也就是我们有可能出去看看这条街上有什么东西，会不会？是的。那如果是按角色的话，我喜欢学生时代那个。啊，我也是。演戏是我的爱好，影帝是我的荣耀，在下的名字叫明好，出身名门，危险迷人。我呢是大2的新生贺鼎红。那我还当过你哥，你都忘了吗？我当过你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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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过你爸爸的，他还当过我爸爸。因为我可能以后在今后的日子拍戏也好，或者干嘛也好，不可能再演学生他。然后呢，我这么有个机会去感受一下这个学生这个造型，包括他那个整个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也挺开心的。巴丽呢？我的话，我喜欢我的高光时刻，揪出科目3，一瞬间不详那个，对吧？对，没错。哎，但为什么不能是你呢？你可以怀疑他。等一下，为什么不能是你呢？科目3。可以是我，但是今天来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没有王老板，没有王老板，没有科目3，只有你俩的。为什么会没有科目3？科目3在这个世有哪里有我们今天看到过他来过的痕迹？你的那个在这个世界的你去参加了创造101之后消失了，不详，没有死，但你消失了，所以现在你是科目3，你在代替这个时代的人坐在这里跟我们对话。有可能。艾克克，你怎么会车中2次呢？那是我本综艺最高光的时刻。那个绝对高光啊！上来跟我真是镇住了，那一下真的震撼我心灵到今天，就是每次就觉得哇，他不要反转，他每一次都很吓人，对。那说到角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也是我们学生时代那个。大家好，我是推正艺术学院大2的学生。我在音乐圈里面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行为狙击手啊。学生时期的霸凌，这种东西，我觉得其实离我们
都生活都挺近的。是的，因为小柔呢是当年被全班同学都是说她是恐龙妹，恶意截取造谣。当所有人都无视你的时候，这种无形无声的霸凌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让我快要窒息。我要走了，再见。我们学校的惯例是最后一名所有人都不理。啊，校园霸凌。对。对，所以说这些给心里留下创伤这种东西，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把它变透明了。老白呢？老白，哪个故事让你很记忆深，就是很印象深刻？就推正啊，让你很震撼。不是，这就很喜欢。是不是一个比较高级巧妙的？对，首先那个形式就比较高级嘛。所以那期我们赢了吗？输了。我们输了。对，我选他，没有人跟票。对。本案真凶是白买。都给我输！所以你的感觉太对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投他？是我没投。角色呢？就卷啊，白买嘛。对，就没有必要那么卷嘛。我觉得就只专注当下会比较好嘛。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很多人都不开心，都不快乐，好多的烦恼都是从内卷。要想真正让自己开心、快乐、充实起来，就得想办法跳出内卷，活出真正的自己。王卷王有一个想法特别好，就是想要说，在不忙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对，感受一下这个身边的这些大自然的东西，可能会让你心情更愉悦。大自然对人是很有治愈的，对，非常治愈。所以呢，不要太过于内卷嘛，尽量做到吧，我们年轻人。那张连鹤呢？最喜欢的故事其实也是学生时代的那一个鹤顶红。刚刚那个日巴也讲的是霸凌嘛，对我来说可能会产生的共鸣会更强烈一点。而且那一期故事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它的那个环节，我觉得是最刺激的一次。就是咱们还记得有一个转盘吗？有单人任务的那个。鬼屋。对，去到卫生间什么各种找钥匙那个。查呀，我看也看不见。这是哪儿啊？哇，好黑呀！一个来一个，哎！没事。别跑！什么东西？别跑！这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可以多来。越恐怖越喜欢是吗？啊，好。虽然怕，但是多来。不要多来，没必要。你喜欢什么角色？我喜欢做 X，我的爱。你喜欢做 X 啊？因为我就做过一次。因为他那次 X 太成功了，他那次。只有你没有被诅咒，你是清醒的人。哎，你是几点看到你那个前女友写的信件在你门口？昨天晚上10点。这刚才如果跟他有直接关系，就只有他。那天晚上我们去找了 respect， 或者骂了 respect， 我们都不清醒，只有他是清醒的。对呀，而且他的动机会比你们更多。请本案真凶走向本案 X。哥哥。啊！就跟你第一次那个高光瞬间揪出和那个什么颗粒度科目3一样，就让你感觉到瞬间的高光很对，很爽。就是那种赢的感觉。当时你们2个女孩给我们4个大佬爷们赢了嘛，就很开心那个瞬间嘛。我跟你讲，我跟你相反。为什么？很有压力。我凡是侦探就是 X。对，你想想，我当了4次 X 吧。他前面一直在当。咱一共是9个案子，我当了4个 X。对，我的同伙就是当当当当。请柯少帅走向真正的 X。肯定是他。我就说
2次呀。X 就是宁船长。不好意思啊，这一次又是我是 X， 我已经连当3期了。那个不好意思，我是这一集的 X。你是这班你什么身份都玩过了，对吧？对呀，对。然后我2次凶手嘛。你呢，何宇？我呀，我喜欢凶手。不，我最不喜欢凶手。为什么？因为会被你白哥 PUA？ 不是，因为我觉得压力太大了，当凶手。因为前一天你就要带着那个心态去玩下一天的那个本子嘛。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好的嫌疑人。哎，就是嫌疑人。嫌疑人这边是好的吧？啊，明白。嫌疑人之一就是平民嘛，其实就是。对，平民。那就平民嘛。可是我没玩过 X， 所以我不知道 X 是什么。啊？他没当过，他有没体验过？哎，不对呀，你没当过 X 啊？是我当他的 X， 他是我的 X。本期是否存在 X 呢？本案存在 X。不得不说，我们俩有点默契，是不是？太牛了！我们俩真有点默契。啊，是啊，哎，没有吗？没有，一次都没有。no。我呀，我只要不当 X 就行。我就是凶手和嫌疑人都可以。凶手会更肆一点，嫌疑人会更无所顾忌一点，就到处拉踩别人，看到谁就是踩谁，不管就可以不管不顾的玩嘛。更放松一些。但你要作为推探的话，你就得去引导一些东西嘛。啊，我不太喜欢引导，但是我喜欢跟别人一起作案。搅和嘛。我想当帮凶。老白呢？乱民。乱民是什么？就是嫌疑人嘛。为什么呀？无所顾忌吧。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就他可以无所顾忌的去发动他的魔法攻击，可以为所欲为。他肯定不是双胞胎，他是我亲妹，我可以证明他的存在。一切都不好说。亲妹 X 先生，你注意一点 X 先生。对呀，这2位是我的小玩伴，我保了。啊，对他我也保了，我要死保他俩。好，就还是网传说有问题。你变得好快，你们听这个是不是很非常合理？就你不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都没确定要投你，但你说完，我必须要投你了。他不甘心，小杀手，你找不出破绽了，你看。就最后还不用负责任。没错，因为我也是嫌疑人，我有姓名，我没有身份，我说主要是不用负责任。是。完了，这么一说像个渣男。张连鹤呢？我还真挺喜欢当凶手的。因为你赢了呗，2期你都赢了。真正的凶手是小贺同学。真正的凶手是贺礼。赢爽了，我告诉你，真的你是赢爽了。好，真的爽到了。连两期嘛，连2期。对，不是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我赢了，很爽；第二个是因为其实当凶手让我感觉到好像更能了解到你们是怎么玩的。对啊，因为我是半开天眼嘛，上帝视角嘛。对，我知道就是有些线索应该是怎么来的，然后看你们应对这些细枝末碎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是，的确，对啊，就可以更快的了解到你们的玩法。没错。凶手会稍微难玩一些嘛，对吧？因为他是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分人，他是少数战斗多数人嘛。对，可以。我们不等你下期来了要复仇吗？你复谁的仇啊？你不是说要搞看你怎么样戏弄我们吗？对啊，我戏弄你们，我不复仇，我仇已经复完了。你复了谁的仇啊？我复了我宇哥的仇啊，复了我宁哥的仇啊，我不一个个都打过去了。获得票数最多的是宁豪。我不得不说，我们俩有点默契，是不是？太牛了！哦，你还吃保健瓜子，能量瓜子。获得4票的玩家是白噪音。昏头。你要这么来的话，我们下一集要好好的 battle 一下。battle 一下了。在此之前呢，让每一位玩家都填了一个本季印象总结，就是每个人眼中的其他人是什么样的印象。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迪丽热巴心中，5个鹤立摸雨推理团，分别各是什么样的印象呢？每个人都有。哎，你不要，好的，我以为这是要就是那个匿名护送的，我不知道你们要这么贴脸开大，我还好。对我自己的评价是人狠话不多。哦。这我就不用解释了。然后对白老师的就是吓人，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心理很强大，所以就会很吓人，尤其是每次进那种黑屋子的时候。快抓住他！快！抓住他！那有俩。在哪？我就看到一个呀。在哪？在哪呀？按住他！在哪？按住！抓住了！啥玩意儿？好强啊！但是吓人归吓人，就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不太了解他玩游戏的一个方式，但是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存在。他在前面开路，走吧，来吧，来哥，那你到你活了，到我的活了是吧？好，那我来。哎，等一下，来，跟着我走，来。你在哪里？我在最前面。你慢点走行吗？我可以啊，你摸着我的背。右转，没事，走，跟我走，后面跟上。这确实黑，啥都看不到。来，跟着我走，来，没事，外边没事，他坐在那儿。然后对弟弟的会比较多，他是又贴心又善良又机智。不是吧？姐给你衣服。好，谢谢。直接进去就好了。你冷吗，姐？有一点点冷。是美玉，你冷吗？我不冷。但你这个我得拖地了。不会的。谢谢。这些还需要解释吗？不用解释，就是很好，弟弟很贴心的。对于张凌赫就是一个大写的颠。我觉得我也不需要解释了。为什么？就是我需要解释。精神。倒不是，就是因为他那个角色，而且他每一期他都咬我，就是他每一期他都要说我就是凶手。我总觉得有很多事儿都没说出来，包括他跟乐业之间的私人恩怨。那这3个意外事件代表着什么？不在他控制之内。对，你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他。谁会在1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杀人呢？1周年纪念日？对啊，1周年纪念日。那会不会是小八呢？是，就这意思。爸爸的茶。爸爸的茶怎么了？他一直在喝爸爸的茶。但我觉得你能不能，我到底哪里像？最后就是刘宇宁就有仇坏人。哇，录一期节目从朋友变成仇人了，人品也变差了，变坏人了。没有，这是更接近，就是更上一层楼了。我觉得咱们的关系是就能够去互怼了嘛？对。比起在剧组要饰演别的角色，在这个综艺里我们做回了自己之后，就变成了仇人、坏人。好的。对，这就是我的看法，对于各位老师。好的。接下来是白宇对大家的印象。我要看他给我写什么。很美，很美，推理很强。OK 了，好，很美。热巴嘛，对吧？对。第二呢，很嘚儿。对，说自己嘛，没错。推理很强。我现在想收回这个，真的是，算了，就勉强给你吧。勉强给你，张凌赫呢很帅，对吧？中肯的。中肯的，好，中肯的。我呢就是好大哥，行。接下来是周柯宇对大家的印象。这个确实有点社死，该说不说。先说热巴姐，她叫，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这个要写的是初印象你知道吧？然后我一开始就写了，她第一天穿的是一身黑，就是 all black， ，Oh my god 嘛 ，Oh my god，就是非常美。然后她很香。
就是很香，对，就是字面意思，飘过来的。然后对他的再有第二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说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呢？就是他的这一季的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噩梦，我这一季的噩梦。噩梦。花姐太聪明了，在我的视角里面，一切都特别的顺利。到后面，她突然一抬眼看着我说：“哎，为什么不能是你呢？”我当时就毁了，完了。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是你呢？然后就是黑白天鹅混合双打那一次，就是他和也是他的痛苦，欣姐，对白哥的印象就是礼堂外下着雨，就是其实也是我好文艺哦。来第二季，因为我们中间也有2-3年没见了吧，然后第一次见，后来再见到他就是在一个礼堂外面，然后那天对，差不多2年多了，下着雨，见到他的感觉就是有3分的那种疏远，但是又有7分的亲近，因为确实有很长时间没见了，对，然后但还是很熟悉的感觉，其实感受要比写的多一点，就是我这一季更觉得白哥像哥哥了，对那种感觉。上一季他是个弟弟，是吧？这一期更像哥哥了，稳重了，年长了嘛，年长了，年纪上来了，就是感觉更就是，哎，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更好了。然后就是林鹤靓仔，第一次见他真的觉得他巨帅，真的很帅。第一次见他觉得巨帅，第二次大写的颠。现在也很帅，但就是我写，尤其是第一次的印象嘛，就是我目测你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我感觉你比我高。男孩就是看高度哈，也不是，就是因为就是你会因为你生活当中，对你生活当中其实你因为很少能碰到是的这种的感受，你知道吗？的确，我生活中很少能碰到这么多人，就我最矮。是的，对，就是这个感受嘛，对，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他是我这一季合作过最成功的 X 搭档，还有就是他是这个我们的数学高材生。说一遍你的解题方式。600减去这一个整数等于130。对，这对了，对了啊！来，那就是22.51分到22.09分。哇，厉害！二进制是什么意思？就是逢1进位，没有2，就0跟1两个数字，1、10、11。咱不是上的一个学校吗？我怎么没学？是104 ，x 等于52，1952，0252。数学高材生哦，对，今天在数学题上也是非常有建树，非常棒。对，宁哥的非常简单，柯南。没错，就是我们所有的主线推理，所有的剧情推动，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其实都得他来推。对，都要他来带着大家的节奏走。对，就他其实决定了我们推理的节奏和进度。逻辑是这样的，说8年前和8年后都是穿越嘛，它都是有一个相同的点，是雷暴嘛。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是444号船嘛。对，也就可能是集齐这2个因素才能达成的一件事儿。有一个逻辑，其实有没有可能八字眉才是操控那个选票的人呢？我觉得这个八字眉就是昨天给你教你方法的人哦，他也是给我们下咒的人。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刚刚说的，他在跳楼之前就已经？所以这张纸就告诉你一个逻辑是不可能的。为啥？机关封锁窗将从墙面滑出，就是他死的那一刻才把这个所有的窗全部关闭，门关闭，就是他必须要断气儿的那一刻。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他在房间里断气儿了，他就出不来了。那他就出不来了。那跳楼致死，没错，跳楼致死。哎呦，没有，对，谢谢。羞涩了，可以的，很美。Oh black，Oh my god。接下来是张凌赫对大家的印象。我对那个热巴的写的是，哇，你这个八爷出奇制胜，再加一个很大的美字。八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初的印象，第1期来的时候，其实穿就是一身黑嘛。我是迪丽热巴。
就很酷很飒，像女军阀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一直叫他八爷，也是当时我那一期节目的一个梗，推乐门的一些事儿嘛。八爷其实对这个镯子主人一直很感兴趣。乐爷，乐爷。悄然打听的是，八爷，乐爷，乐爷跟这个手镯的主人有仇。你内心是想崇拜的，是，你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八爷啊。对，然后出奇制胜呢，就是说他的一些非常奇特的脑洞和在我们这些人中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然后美就不用说了，这么大一个字，就是美嘛，不然呢？对啊，就是美嘛。我很后悔给你写了个颠。啊？你是大写的美，我是大写的颠。对啊，你只有一个颠。我真的不知道要这么天天开大的。白哥，白雨欣、海底针，帅。对，这就是我最想说的一句话：白雨欣、海底针，但是也是非常帅的了。是被猜不透的男人。对，但是重点是在前面。白雨欣、海底针，真的，白哥是我这一季节目遇到的让我成长最快的一个前辈。下次我应该可以跟白哥势均力敌了吧？应该。好的。我的希望。后边是柯宇，聪明反被聪明误。对，柯宇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这个是不是今天我们投票投你没投到之后写的？不是，这个我不是说你不好，你非常聪明，这是大前提，真的很聪明，推理能力特别强。但是这2期聪明反被聪明误，大家都知道你的聪明的套路之后，就顺着你的善良就把你给骗了。你觉得8会选谁做 X？ 我不知道哎。不会选你吗？有可能会选我吧。有可能会选你。我们是，你不是 X 吗？他怎么会有可能选你呢？所以我才说有可能会选我啊。是不是你的 X 3一句话都没怼过你？说实话，你的身体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因为你自残。这个不直接，他那个才直接。对啊，没错。这边是我自己。你自己加1。对，聪明反被聪明误嘛。你也是这样。我也一样，被大家利用我的真诚就骗了我。而你现在已经善用这个真诚了。对，现在我得收回我的真诚。后边是林哥，艺高人胆小。哇，这个说的很好玩。首先是艺高，就是长得高，长得帅。然后真的林哥的整个节奏的把控。但是这一季我要感谢你啊，你保护了我很多次，因为我觉得你在黑暗当中，你这个人很可靠。因为白宇基本不会搭理我，他自己最好了，他就要抓人去。我基本就会抓你和柯宇2个人。柯宇有时候他也很勇猛，他也出去抓人去了，那我只能拉着你啊。没事。哇哦！哎呦，别又开始了，不要挤成一团。我爸爸，来，爸爸，好，最可靠的伙伴。对，我觉得就是在黑暗当中，你是我最可靠的伙伴。行，那我这个胆小去掉吧。艺高人帅。这个没有，确实胆小，这个我是承认的。但是我是要感激你这一季对我的照顾。那我第一个写热巴嘛，脑洞达人，就是你的脑洞是很厉害的嘛。第2个也是抓细节嘛，就是在玩这个整个游戏过程当中的一个感受，比如说什么不祥啊，或者有一些脑洞的想法、思维方式都是你提出的，而且很会骗人。就你跟金靖那一期，那天就给我骗了，特别难过。但是呢，你也是容易被人骗的一个人。这就是我对你的一个总结嘛。然后呢，我白宇呢，就是他自己说的乱民嘛，对吧？爱搅局，但是他玩得很开心。第2个是树懒，到哪就坐的，要不就躺的。不按常理，用直觉去玩嘛，可以为所欲为，对，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嘛，然后呢，柯宇也是容易被骗，就是他是比较称职，他每次只要当推探也好，或者是当推理剧情的时候，他也是很聪明，推理能力也非常的棒。那这个张凌赫呢？什么意思啊？你是？因为我在录第1期的时候，你让我感受到百灵鸟的感觉。换一件新衣。穿上让人着迷，你就刚好生活。是这样，因为这个音色什么的，在我们作为歌手来说很珍贵，真的，对，很珍贵。完了，不是谁都能拥有这个音色的。歌唱的好的人大有人在，但唱的有特色的人少之又少。
而且你会发现，真正走起来的歌手都是唱歌有特色的。好。希望你有一天发专辑，然后到时候给我来一份。第二是什么？就是一个成长型嘛。他在整个这一档节目当中，我觉得他在推理能力上的成长和玩法上的一个认识上来说，他的成长是最快的，很快的，最快的。我是张凌赫，希望各位老玩家可以照顾我一下。这就是我在失忆之前的一个经历。失忆之前你记得呀？后来我爸妈帮我回忆了。他有没有可能骗你呢？这个弟弟就不能是假的吗？事到如今了，不要走这种痴情人设了，好不好？我就是一个痴情人设啊，很可疑的，很可疑，嘉伟。因为他晚上睡不着觉，干了太多坏事了，对啊，是吧？完了你就给他涂白药。我可没给，你别再栽赃我。哎呀，你看，哎呀，这紧张的，你别再栽赃我。有点僵硬。他你把当 X 很正常。一个个的，不管我怎么样都开始栽赃我。这个 X 压力太大了。不给我身份，不是我现在我问你，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刚才抽到 X 了吗？抽到了。你是 X。是。OK， 明的吧这把？你继续 PUA 我，没事。你离我远点。干嘛？小伟 X。谁会在1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杀人呢？那一定是仇杀。这个动机弱吗？不是，我觉得为主人报仇这个动机会更加贴合。对，这个只能告诉你一个逻辑，就是对应了他的那封诊断书。你为什么又在护着他？我觉得突破口只有他这儿。他是谁的 X？ 是不是你的 X？ 一句话都没怼过你。我今天真不是 X， 你信我。真凶人选是小八。小八同学。小八同学。小八同学。芭比。白噪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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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案件所凶结果是失败。失败。天哪，你演得好好啊！对，我真服了，我为什么这？我的妈呀！你只要有身份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一个人物状态当中。因为有一次他给我当 X， 我就会觉得你那天的状态不太对。所以我之前会觉得你只要有身份，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少说话、小心翼翼的一个状态啊，这是我之前的认知。但今天让我刮目相看了，你今天的你是跟以前的玩法是不一样的，那换玩法了，换玩法了。OK， 那我自己呢就是，第一是我看起来就没那么像好人。你看，我还是了解你的吧。没错，坏人嘛，对吧？除了我是推探，你们都会怀疑我，就是那种的，就是不像好人。然后第二，我就不想再当 X 了，因为当太多了，我想好好的投入去玩嘛。然后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就不怕黑了，也别哭了，就这么简单。OK。今天我们为金钥匙王也准备了一个大大的奖杯，究竟谁是本季的金钥匙王呢？金钥匙王不是我，后面连输啊，连输2次吗？不是？对啊，连输啊。有可能白宇啊，白宇跟周柯宇吧？真的吗？我准备了一个答案，不可能，绝对不是我。开始推理吧2，推证之星。先报的不一定是他的，可能是我的呢。谁会是本季的推证之星呢？肯定是他。应该是对的。请看大屏幕。现在公布本季金钥匙数，让我们恭喜白宇同学成为本季的金钥匙王。可以。你出息了，白宇。你看，我就说你最多了。出息了！很感谢大家，在我这么一个能力不是很强的情况下，还让给了我一座奖杯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样说更气人。
我们那天一起吃完饭，大家还约定了一件事情。对。我们一起做的那个手势，就是每次我们说那个开始推理吧第2季。来，我们就会说一个说，如果相约了第3季。对，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就会团魂光光的。我们就会说一个说，如果有第3季的话，只要叫了我们这些人，我们一定会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魂嘛。来，3、2、1。合理摸鱼推理团，开始推理吧第3季，等你来。我们都听到了。OK， 等你们导演组一来，哎。推1个月，连续推，住在这里推。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呀，来，开始推理吧第2季，合理摸鱼推理团，杀青快乐。扭开悬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图不多的。哇！欢迎6位玩家加入开始推理吧第2季。合理推理，合理摸鱼，合理推理摸鱼王。还有更简单，再来一下。合理摸鱼推理王，开始推理吧。你预知你是 X 了？我怎么预知我是 X 啊？白凶手，您先。躲什么？难道这是你跟 X 的暗号？各位小杀手们，小 X。开始究竟口号！我来问，这把赢得好爽啊，哥！飞来天鹅呀，各位！因为我们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对，确实黑，啥都看了。这不是表吗？哇，这么紧啊！来了，快去！0321 19041230。放下，轻点啊，很贵的。OK。白橙黄，我的怎么不对啊？不是。答案是我你没有无动于衷啊！你快点松手！他松手了！！Yes！ 端风并肩反转剧情，扭开悬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图不多，真与假是怎么挂，故事无力看花，开始推理吧，寻找消失密码和证据来对话。来吧，各位玩家，开始推理吧，解锁层层关卡，用胆量艺术奇幻，构思破茧洞察，继续探寻吧，寻找消失密码和证据来对话。好酷啊！来吧，各位玩家，开始推理吧，解锁层层关卡，用胆量艺术奇幻。合理摸鱼吧！哇，等会儿这个有点酷哎！合理摸鱼，合理摸鱼，合理摸金鱼，合理摸金鱼，开始推理吧！合理摸鱼推理团，杀青快乐，开推3见。